7.0来喽！好家伙，好家伙，米哈游今天这是走内鬼的路，让内鬼无路可走吗？今天中午12点，我照常点了份外卖，打开小破站，准备边吃边看啊，来看看有什么2.8新动态。毕竟已经开始预更新了嘛，万没想到啊，原神直接更新了愚人众的 PV， 你敢信啊？就问在座还有谁没看的啊？官方直接把剧情和伏笔快进跳到了7.0至东国啊？咋回事啊？我怎么还在2.7呢？那看完 PV 啊，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建议全体执行官立刻时装。我不管你们之后是进本、进池还是进坟，我现在就想要投敌愚人众，你们就说同不同意吧？那确实啊，之前老看内鬼爆料须弥的内容，整得人心痒痒，都说再这么下去，米哈游裤衩子都被人要扒没了。但是现在，米哈游他穿了100条裤衩子啊，没想到了吧？那这次 PV 放出的信息量巨大，我们就先从认识各位执行官开始吧。首先，开局棋盘上有2个神之星，一看就知道啊，应该有一个是温迪的，另一个是钟离的。那雷神的神之星呢，不在这里。看来国崩拿到神之星之后跑路了，或者说还没上交呢。另外，根据 PV 下方简介里的配音老师介绍来看出场顺序，第一个出场的就应该是愚人众统破官丑角皮耶罗。那在公子显眼的语音里也介绍过，丑角是愚人众最初的执行官，还有圣遗物苍白之火里也提到过他的背景故事，就是在他成为丑角之前啊，他是坎瑞亚的国民，身居高位，但是没有得到当时的王青睐，才学呢也不及当年的黄金莱茵多特，也就是阿贝多的老师。那在凯瑞亚覆灭之后，至东国女皇收留了他，从此他成为了愚人众的首席。接下来出场的是少女哥伦比亚，人趴在棺材上哼歌呢，棺材里谁不用我多说了吧，已经凉了的女士。那这位是公鸡，这位是妇人。妇人掌管的是北国银行，而且是从苍白之火里面知道啊，妇人曾经很穷，所以对金钱有着病态的追求，但是他没有能得到神的青睐，而且他还发现了流通的货币摩拉是由炎神来掌握的，所以他产生了一个对抗的逆反心理，要用尽手段掌握整个世界的金钱，通过操控金融来掌握其他国家的经济命脉。接下来妇人之后说话的是仆人阿累奇诺。关于仆人，我们已知的信息就是他是开福利院的，专门收养孤儿，而且会把孤儿训练成间谍特工派向各国。男间谍姓雪奈茨维奇，女间谍姓雪奈茨夫纳。再下面公子不用多说了吧，至东国最好的玩具推销员。结合前几天的玩具活动，我猜测啊，2.8之后首先复刻的人应该就是公子才对。话说公子的新皮肤可真好看，在其他国家是露脐装，到了至东国大棉袄呀，2棉裤，里头是羊皮，外头裹着布。就问米哈游这套时装你出不出？啥时候出啊？再往后看，这位是木偶，这位是队长。那队长说了一句话啊，我听完反应了半天才想明白。他说：“道士多托雷，斯卡拉姆奇和道奇的神之星。”翻译过来就是他在对着博士多托雷说话，问博士：“你倒是说说呀，伞兵和雷神的神之星他去哪儿了呀？”所以最后出场的这位就是博士了。但是博士这个样貌啊，还有吴磊老师的声线一出来吧，我完全不能和漫画里的那个禁忌知识狂徒博士联系到一起。漫画里的博士狂妄而又自傲，人只不过是可以改造的机器，给他机会的话，造神也不是不可以。还有他曾经求学须弥教令院，但是因为理论思想太过反常，被赶了出来。这么看来，邪眼应该就是他的杰作了吧？在 PV 最后还有少女和博士的一段对话，少女问博士全盛时期的切片此刻在哪儿呢？这里也是信息量巨大啊！1. 博士应该做了好多个他自己的复制人。2. 博士的这场实验应该和之前的剧情有关。话说他是不是把须弥的什么树给他烧了呀？那至此愚人众11位我们都全部知晓了。我只想说一句啊，这须弥我是1秒也不想多待下去了。快带我去至东国呀！